一次夜猎结束，返回云深不知处的途中，蓝忘机与魏无羡路过百凤山，这趟没带小苹果，全靠步行。他们走得很慢，像是一次一次在这样返家的平常路途中弥补漫长的空白时光。蓝忘机脚步停顿，侧手望着百凤山的入口，似乎想起了什么旧事，眼里闪过带着局促的甜蜜。魏无羡敏锐地注意到了，语气里也带了几分怀念。百凤山啊，好久以前了。光风霁月的韩光俊转过头看着他，目光温润。那一天之后，我便未曾再入过山。进去看看。魏无羡闲笑着拉住他的手往里走，寻找当年躲避金子轩那群人的树丛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这地方变得都快认不出来了。魏无羡拨开草丛，面对左右两条分叉的小径，停在原地陷入苦恼。当时我走的究竟是哪条路？哈哈，那是我蒙着眼，现在睁着眼找，根本还是摸瞎嘛。这里。蓝忘机握着他的手腕，竟自选了左路。魏无羡讶异道：你怎么知道？你还记得？蓝忘机静静看了他一眼，记得。魏无羡眨了眨眼，心道：对啊，蓝湛怎么可能忘记？唇边忍不住扬起大大的笑容，他捏了捏蓝忘机的手心，发现他肩膀微微绷紧，似是紧张掩饰着自己的情绪。想起来了，就是这棵树。魏无羡眼睛一亮，找到他当年鬼混的那棵树，这么多年了，依然亭亭如盖，绿意盎然。他三两步走到树前，默然说了一声：什么人？随即转身，背着手对蓝忘机温和笑问：哦，是蓝湛啊，你在我附近可猎不到什么东西啊？蓝忘机脚步一顿，正然地望着他，多年前狂妄的少年身影，眼前笑意盈盈的俊逸青年，单薄的黑衣，那一瞬间似乎重叠在一起。魏无羡俏皮地对他眨了一下左眼，轻声说：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蓝湛，你一路跟着我做什么呢？话音方落，他的脊背猛然撞上树干，被粗暴地抓住双腕死扣着，随即落下了热烫的吻。彼此的呼吸交缠，意料在细微挣扎中摩擦出暧昧声响，霸道的舌头入侵口腔，将他的思绪搅得一团混乱，忍不住回应，直到对方忽然醒悟撤离。按着双手的力道一松，魏无羡连忙扯住后退的衣袖，两人对视，彼此都还低喘着气。他在蓝忘机的眼睛里看到了慌乱，看到了局促，看到了藏也藏不住的深刻爱恋。他忍不住问：蓝湛，你……魏婴，我喜欢你。蓝忘机紧紧拥着他，恨不得挖心掏肺般的坦诚。于是魏无羡仿佛听见了春日里花开的声音，芍药开了满满一片心田。大概是因为那猝不及防加快的心跳之故，魏无羡还没走出那片地，便被蓝忘机握住了手。他不解地眨了眨眼，转过头看处在原地不动的男人，稍微一偏头，示意他看日头的方向。蓝湛，你怎么了？快日落了，再不下山就要摸黑了。蓝忘机定定望着他，半晌像是下定决心般紧抿嘴唇，握着他细瘦手腕的掌发力一扯，左脚抵住他的脚踝偏开，让魏无羡重心不稳，往绿草丛生的地面栽倒。咦啊！魏无羡身体歪倒的同时睁大了眼睛，他不是反应不过来，但平时对蓝忘机全无防备，没有料到这人会对他做出疑似攻击的举动，一时竟然凿了道，眼看就要摔。蓝忘机自然不是真要摔他，黑衣青年一栽倒，便早有准备的搂住他的韧腰抱住，两人身躯紧贴着，顺着歪倒的方向一起滚上柔软的草地，翻了一圈，让魏无羡毫发无伤的伏趴在他胸口。哈哈，没想到你也会这样玩。魏无羡大笑，抱着他又在草丛里滚了2圈，手指朝他脸上划了一下，戏谑道：蓝小湛，几岁了？会打滚了？蓝忘机目光透露几分局促，却将人搂得更紧，翻身压在他身上，执着道：比现3岁稍长，有4岁。魏无羡一愣，扬起大大的笑容，忍不住用力在他脸上亲了一下。真是长进，比我大了，那我要唤你一声湛哥哥。蓝忘机看着他，比你大，只大1岁，你也开心？魏无羡狂笑的眼角都挤出泪滴来，你怎么这么可爱？好好好，你比我大，比我大，好不好？哈哈。蓝忘机的眼神变得幽深，沉身以腰胯往他身上轻压，冷静道：大。魏无羡恣意的笑瞬间凝固在唇边，他感觉到两人紧贴的下身，一包热烫的物势抵在胯部，仿佛要爆发的山火。蓝湛，你……
他面露不可思议，语气飘忽道：“端方雅正韩光君，找我也。”野和二字没说完，就被脸皮极薄但行动力超凡入圣的韩光君给堵住了嘴。韩光君你，四下无人的静谧山林中，那一片被灌木包围的草地，仿佛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。他们便在这里沉溺于漫长的吻，肌肤相贴，仿佛彼此身上都有着看不见的胶，一瞬也分不开。背上好刺，魏无羡扭动着腰，他衣衫半退，裸露的肌理光滑细嫩，被粗硬野草贴着磨了一阵，便觉得又刺又痒。蓝忘机便将他抱起，让他双手扶着树干站稳，随着落在他耳边滴滴一声喘息，胸口贴紧了他单薄的脊背。山里一片寂寥，偶有细碎鸟鸣，但魏无羡除了蓝忘机略显沉重的呼吸声之外，几乎什么都没有听见。舒服的空白像水漫金山般淹过了脑中所有的理智。他觉得自己是被名为韩光俊的温水煮起来的青蛙，在那人的眷顾爱宠中沉沦，又在燎原的情欲中心甘情愿地燃烧成灰。情事之后，魏无羡懒洋洋地躺在草地上，喉咙哑得不欲出声，意识却格外清醒。他脑袋枕着蓝忘机的手臂，一手搭在男人的腰侧，身下垫着散乱的外袍。金橙色的目光斜斜穿过树梢枝叶，在他们身上投下一片碎金般的光影。灵动黑眼眸转了转，目光沿着那人好看的下巴慢慢往上移，娇妻似的停在那片光洁的额头肌肤上。此处应有抹额，但现在空无一物，因那条绣着水色云纹的长布条还卷在他的左腕。蓝忘机在闭目养神，稳健的手臂依然搂着他，就像他们重逢后的每个相处的日夜，这个男人倾尽一切的护他，片刻无离弃。他起初觉得温柔的蓝忘机使他陌生而尴尬，但蓝忘机依然坚持着那份温柔，纵容他胡来与嚣狂，最后慢慢的他就离不开了。这个人太好了，好的无以复加，喜欢上他实在太理所当然，根本不可能放开手。他初见蓝忘机的时候，他们约莫15岁，那时的蓝忘机还不叫韩光俊，虽然装的性情清冷严肃，却掩饰不住那少年人特有的青涩气息。如今蓝忘机年逾35，20多年眨眼而过，褪尽天真，眼神凌厉如疯癫不化的冰雪。虽然面容光彩奕丽，举止进退有度，却依然严肃到使旁人不敢轻易搭话的地步。岁月是这样把他磨成一把令天穹都失色的利刃，他却将自己用象征约束的抹额，把锋芒压抑在水面之下，不轻易示人。其实蓝忘机从小就很静，不是指内向寡言，而是沉得住气。他性格比想象中更淡泊，若非为道义与家族责任，从不对世事多加干预，不争权，也不求名利。甚至他以为自己对他无益，即使在重逢之后，也似乎下定决心要将一片钟情永远埋在心底，这样沉静与决绝，因而他的修为静静也是超脱凡俗的。蓝湛，魏无羡没头没脑的开口。蓝忘机应他一声，嗓音里还带着情事后的艳足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想听你的声音。魏无羡把脸埋在他胸口里笑，不时用鼻尖和嘴唇蹭他皮肤上那块凹凸不平的疤痕。肩膀震动的幅度与男人胸膛的心跳像是隐约相和，他突然觉得很高兴，仰起脸去捕捉男人的唇。过去经历的种种伤痛，或许都是为了能在今天与他在此恣意拥吻。蓝忘机抚摸他后脑蓬松的黑发，似乎被他的情绪传染，唤他的声音也沾上几分笑意。别闹，就闹你一个人，好不好？最后一丝目光消失在远方层叠堆聚的云海间，两人的眸光相碰，一人眉眼弯弯，另一人逆着光，脸庞笼在天降的晦暗之下，澄晶眼眸却很亮，温柔如水。不知谁先说再来一回，而另一人与他手指交握，碎了那邀约。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，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